走开啊！莲姐，你睡在这儿，睡在这儿。一场大火，我跟我的丈夫都重生，重生回了娶亲当天。我丈夫胡清平是个书生，我们自幼定亲。我嫁入胡府5年，他落榜5年。这5年我温良贤惠，事事体贴，他却说我是嫁入胡府的灾星。怪你！你这个灾星，害得我名落孙山。落榜之后，他日渐颓废，整日寻花问柳。胡清平，我真是瞎了眼，才会嫁给你这种人。别走啊！你这真的扫兴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可能变成这样？我杀了！对，我要杀了你！只一眼，我们便都知道，我们2个都重生了。林夕，这一世没了你这个扫把星，我胡清平注定平步青云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林夕温惠秉心，柔嘉表度，诞下太子有功，特封皇后。胡清平于元谨7年金榜题名，高中榜首，今昭告天下，钦此。谢陛下。陛下，这是臣妾亲自给您熬的莲子羹。皇后，这些事情你让御膳房的人去做就好了。你要是累坏了，朕该心疼了。父皇，你就光顾着夸母后了，儿臣也要被父皇夸奖。钱儿，怎么跟你父皇说话的？来，无妨。钱儿已经6岁了，他是龙国的储君，也该为父出宫，体恤民情，去适当锻炼。对了，陛下，前几日萧丞相还找到我，想把他的女儿安平郡主许配给他的门生，那人是金科状元，不知陛下如何打算？我记得这个人，此人才华横溢。既然萧丞相有意请旨赐婚，你此番去贺寿，便借机多观察此人。如果是个可托付之人，这门亲事你做主便是。陛下放心，臣妾定会好好观察。敬你一杯。可不是，香木也真是小念念。你看老大人的身体，真是好久不见。对，我也来祝寿你。是啊。蒙儿祝祖母岁岁平安。老太君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对了，太君，听蒙二说您特别喜欢玉器，这个是我从岭南特地托人请回来的玉观音，还希望老太君能喜欢。快看真像是这不是真品啊！好，好，好，这位便是今年科考的状元，没想到长相如此俊朗。他是萧丞相的得意门生，如今高中状元，日后定是平步青云呢。据说啊，萧丞相对胡状元极为重视，还向皇后请婚，将他的女儿安平郡主许配给他。我利用重生的信息，靠一篇文章获得当朝丞相的认可，更是押中科举选题，一举考取状元。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庆平啊，如今你已是当朝的状元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蒙儿是我看着长大的孙女，她的生母是当朝陛下的表妹，身体里面流淌着皇室的血液。你在我萧府苦读3年，蒙儿对你的情谊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我萧家特意向皇后娘娘请婚，将她许配给你，日后一定要好好待她。清平能够娶到蒙二，是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太君，清平跟你保证，一定不会辜负蒙二。这胡状元当真是文曲星转世，这刚考上状元不久，就得到皇后娘娘的赐婚。
前途不可限量啊！清平，这不是灵犀那个扫把星吗？他怎么来了？陛下早就颁布过诏书，天下万民不易，百官从简。这萧府不过就是摆个寿宴，竟如此奢靡。林夕，他怎么了？难道他知道我高中状元，故意来捣乱？不行，我不能让这个扫把星影响我的仕途。林夕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胡清平？难道他就是萧丞相请旨的那个状元门生？林夕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来这里做什么。上日就是因为你这个扫把星，磕得我半生穷困潦倒，这时竟然还要来戕害于我，你这个贱妇，怎么会如此毒蝎心肠？胡清平，上一世我做牛做马伺候你，自己能力平庸，却怪我是一个克夫之命。你资质平庸，本就不是读书的料，你自己无能，倒是怪我。我资质平，真是笑话！我乃当朝状，天下数万学子，我名列第一。你说我资质平庸，我不是读书的料。我告诉你，林夕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要入朝当官，步步高升。反倒是你，这一身穷酸样，想必你离开了我，还没有上一世过得幸福。往自己脸上这么贴金，你还真是不要脸。林夕，我当初就告诉你，你天生就是个扫把星，天生就是克夫的命。要不然，为什么你离开了我？你穷困潦倒，我反风生水起。清平，他是谁啊？郡主，这村妇是我们老家的乡邻，如今我儿高中状元，应该是来攀关系的。对，他就是个野蛮村妇，咱们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。哦，我说怎么会认识胡状元？原来是乡邻啊！都不熟还跑来这里，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脸。都说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吴清平如今高中状元，前来巴结的人比比皆是。我萧家可是名门望族，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的。但是今天是我祖母生辰，我也懒得跟你一个贱民计较。来人，给他些银两，打发他走。林夕，我好心奉劝，你也看到这些个银两，够你后半辈子好好生活。我奉劝，不要再对我抱有任何的非分之心。如今我也是状元，不是你这种贱妇能高攀得起的。你大胆！这太少了。谢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倒想问问胡状元，你想干什么？这村妇胆子也太大了吧！且不说胡清平是当朝状元，就凭着是萧府的地界，他这么做就不怕掉脑袋吗？我倒是觉得胡状元和这名酸妇的关系不一般。你们说他会不会是？这么说，倒是有这个可能。穷酸秀才突然高中，抛弃糟糠之妻之事，这比比皆是啊。梅西，原来这个就是你的目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这是会害了你自己。胡状元，你还真是高看自己了。我对你没有任何意见，单纯就是你的银子嫌脏。儿子，今天是你订婚的大喜日子，千万别被这个扫把星给搅黄了。清平，你老实交代，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啊？王，你听我好好跟你解释啊。其实，在我出生的时候，我父亲就帮我定了一门亲事，子女便是那婚配制。什么？你跟子女有亲事？妈，你听我好好跟你解释。虽说我跟子女有婚事，但那都是父母之命，而且我跟他没有任何感情之言。对了，7年前成婚之日，我便早已跟他退婚。
从此以后再无挂口。这些事情街坊邻居都知道，一查便知。没错，这个村妇虽然与我儿有婚约，但我儿可是一丁点都不喜欢她的，而且这门婚事已经作废了，街坊邻居皆可作证。郡主，你一查便知。郡主，这事儿我已经调查过，胡状元所言不假。原来是这样，既然已经退亲了，那这村妇为何还要找上门来啊？蒙儿，虽说我与此女早已退了婚事，但她却贼心不死，见我高中状元，便过来捞取好处。如今目的达不成，便跑来闹事，毁我名声。太子殿下，皇后娘娘离宫时看见您还在熟睡，便吩咐洒家等您醒了后，您送到萧府。林心，如今你我的身份早已是云泥之别，要识相的话，就赶紧给我滚！胡清平，我本以为7年前我们之间的一切都是虚假的，没想到再次遇见，依旧还是这般令人作呕。好你个毒妇！见你跟清平是旧识，好心给你机会，没想到你却不知好歹，真当我萧府是好欺负的。来人，把这个贱人给我押起来！住手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谁？你不过就是一个贱民罢了，还敢威胁我？这贱人可不是什么好货色，之前明明跟我儿子有婚约，私下却放荡形骸，是我们村有名的荡妇。像这种货色，郡主亲自动手，岂不是脏了你的手？让我来，好好的替他父母教训你这个扫把星，害得我儿连痛5年，好重啊！像你这样的扫把星，活着就是浪费粮食，你就应该去死！我再说一遍，放了我，否则我夫君让你们整个萧府永无出头之日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！你以为你夫君是谁啊？我萧府在朝廷权势滔天，能让我萧家死无葬身之地的人，全天下便只有一个，那便是当今的陛下。怎么，你以为你夫君是陛下呀？这么说，她还是当今的皇后啊？说的没错，说的没错。我就是当今。东山山还敢慌？信不信我让你身首异处啊？胡清平，上一世你们母子2人将我凌辱半生，这一世你们敢动我一根毫毛，夫君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这个女人是不是疯了？她也不看看是在什么地方，就是如此威胁当朝状元，就不怕被诛九族吗？这个疯婆子当真是找死，当众威胁萧府，还真当自己是当朝皇后呢。你夫君，林心，就你这个天生克夫的扫把星，谁敢要你？你就别跟我装了，你不就是看我现在飞黄腾达了，想要过来跟我攀登富贵？要不然你为什么非要找这个机会出现在我面前？如今你看我不要，偏说自己有了夫君。如若你要真有了夫君，何不让你夫君过来，与我当面对质？你放心，等我夫君到来之时，就是你命丧黄泉之日。清平，跟这个废物多说那么多干什么？他既然来我萧府闹，就应让他付出代价，剜了他的双眼，断了他的4肢。哎，对了，他不是喜欢男人吗？那就把他赶去妓院，让他成为那人尽可夫的娼妇。你敢？林心，你得罪了权贵，就活该是这个下场。我给你个机会，如果你想活命的话，便再跪下来求我，我也许还能看在上一世你给我当牛做马的份上，还可以把你再换成样子。给你个机会，这一世还给你当人做马，怎么样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！
你这贱人，真该死！你真该死！来人，把他的眼给我挖了，把他四肢给我打断！住手！放了我母后！放了我母后！啊！钱，这个小孩子说什么？叫他母后说这个人是他母后。难道她真是当朝皇后？瞎子，这怎么回事？难道这女人真当了皇后了吗？这小子刚叫你什么？大胆！我母后让我父皇砍了你的脑袋！来人，把这个小杂种给我抓起来，快！胡清平，他是当今太子，你就不怕诛九族？哼，诛九族！林夕，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。你来侯府闹事也就罢了，竟然还冒充当朝的皇后。好啊，太子出门都没有侍卫，侍卫父皇让姑微服私访，我才打发了公公和侍卫们。抓起来，抓起来！钱，父皇，父皇，钱，放开我的钱！父皇，父皇，钱，放开我的钱！曹太君，这林夕就是一个疯子，他们母子二人冒充皇室，我请求你正式将他们就地正法，正式将他们就地正法。萧老夫，你们萧家乃朝廷重臣，深受陛下信赖。如今太子亲临，他若是伤了一根毫毛，整个萧府会有什么下场？你应该比谁都清楚。这女女神竟让我感到发寒！贱人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也敢威胁我萧家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德行？你可知我母亲是谁？我母亲乃是当朝陛下的表姑，你当着我一个皇室宗亲的面，还敢冒充皇后？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郡主说的对啊，她是皇家宗亲，怎么可能连皇后都不认识啊？此女子冒充皇后，罪该万死。萧夫人，这林夕是我们村有名的荡妇，她怎么可能会是当今皇后？她的儿子就更不可能是太子。在理，太子是何等身份？怎么会在宫外出现？林氏，今日是我寿诞之日，我本不想见喜，但你和你的儿子，一个冒充皇后，一个冒充太子，这都是诛九族的重罪。今日我若放了你，他日必成我萧府的祸事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，杖毙！把他给我拖下去，杖毙！钱，放开我的钱！林夕，你自寻死路，那就别怪我不念旧情。这一世，谁也别想阻拦我的前途。等等！祖母，怎么了？你这玉佩哪来的？这是我父皇送给我的。蒙儿，你将你母亲给你的玉佩拿给我看一下。祖母，到底怎么了？竟然真的是皇家玉佩！祖母，到底怎么了？此女到底是什么人？她儿子身上为何会有皇家玉佩？此事情必须谨慎处理。清平，你跟我来一下。看这是闹的，祖母，不知您找我有何事？清平，你在我萧家待了3年，如今是当朝的状元，
你老实告诉我，我萧家待你如何？萧家待我恩重如山，清平没齿难忘。那我且问你，你跟刚才那个女人究竟是何关系？一五一十的告诉我，若有半句虚假，我定不饶你。刚才我该说的都已经一五一十告诉您了。这灵犀她就是个疯女人，我跟她毫无关系可言。我可以对天发誓。那她儿子身上为什么会有皇家的玉佩？什么？这玉佩是皇家的？赵太君，您不会真的被那个疯女人的话给骗到了吧？她绝不可能是当朝皇后，她就是个扫把星。还有，她那儿子绝不可能是太子。天下皇亲众多，区区一块玉佩，怎么就能断定那个贱主她就是太子啊？整个萧家除了我儿子，没有人见过她。但我孙子萧炎，他官拜四品知府，受封之时曾见过皇后。我已命人传他回府，到时那女人的身份一查便知。清平，我孙女儿的生母是陛下的表姑，她身上流淌着皇家的血液，所以你们二人的婚事不能有任何的污点。刚才那闹事的母子二人，如若不是皇亲国戚，断不能让他们活下去。是，老太君。钱儿，母后，我好怕。钱儿不怕，你父皇很快就会来救我们。林夕，你擅闯侯府，冒充皇室，这是诛九族的大罪。幸亏7年前我让大师算了一卦，你就是天生的扫把星命，谁娶了你，夫就要倒8辈子霉运。这大师算的可真准。现如今，不但你和你儿的性命不保，连你全家都要被你这扫把星所拖累。不是，如若我逃过此劫，我定会让你生不如死。你敢威胁我？你找死啊！住手！祖母啊，这个贱人如此大放厥词，你怎么还不处置了她？林氏母子冒名皇室，大逆不道，此事我已报官处理。来人，将这对母子关进柴房，让官府处置。是。放开！放开我！母后！诸位，今天是我寿宴之日，未曾想到发生此等事情，寿宴不得不提前终止，扫了各位来客的雅兴。等处理完这件事情，老身一定登门一一致歉。钱儿，过来，都给我老实点！钱儿，别怕，你父皇很快就会来救我们的。祖母啊，刚才你为什么不直接处置那对母子啊，而是报官处置？难不成你真相信她是皇后？这对母子身上有皇家的玉佩，此事就不得不谨慎处理。你大哥官拜4品，我已经托付他处理此事。他见过当朝的皇后，到时那女子的身份一查便知。祖母啊，就这么一件小事，就麻烦让大哥回府，未免有点小题大做了呀。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若那人不是皇后，再处置那对母子也不迟。蒙儿，未来你是状元夫人，为人处事切记不可鲁莽。祖母深谋远虑，蒙儿不及您万分之一。老夫人，大公子回来了。儿子，林夕那个贱人消失了7年，现在突然在你高中状元之时出现在你面前，我害怕他会……母亲，她冒充皇后，一定活不过今天。儿啊，你寒窗苦读这么多年，如今高中状元，那是我们胡家祖上冒的青烟呀。可是林夕那个贱人，她可是天生的扫把星命，沾上准不会有好事的。放心吧，母亲，我乃文曲星相，这辈子注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一个扫把星而已，它影响我。还好当年没有娶她，否则哪还有我们母子现在的富贵命？母后，父皇什么时候来救我们？钱儿，我们再坚持坚持，等你父皇赶来，我们就安全了。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妄想有人救你？胡清平，你想干什么？
林夕，有时候我都在感慨，咱们的前世就跟梦境。上一世我穷困潦倒，蹉跎半生，但是这一世我金榜题名，成了金科状。你说这是不是充满了意外？胡清平，你考取功名不易，现在放了我，我可以向陛下求情，饶你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还敢威胁我？放开我不够！你个小杂种，我弄死你！钱，胡清平，你若是敢动我儿一根汗，我拼了命也要跟你同归于尽！我还以为这个小杂种是过来演戏，你这么在乎，他还真是你儿子。他是当今陛下唯一的骨肉。胡清平，你要是不想死，现在就放了我们！林夕，没我的允许，谁允许你别人生孩子的？荡妇，罪该万死！你这个荡妇，罪该万死！晴儿，你没事吧？我好难受。胡清平，晴儿的哮喘发了，你快放了我们，再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。他本来就是个小杂种，死了就死。他是当今陛下唯一的骨肉，他要是出事了，你们所有人都得陪葬。林夕，我告诉过你的，他就是个小杂种，死了就死了。你不要再给我演了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。你不就是看我金榜题名，成了状元，想过来捞取好处？现在看我不要你，过来毁我名声是吧？你还是跟以前一样这么恶毒。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放了我的皇？放了？好啊，你跪下，现在求我，然后跟我说你是丧把星，你是寇夫命，上辈子就是你连累了我，我呸！放了你们母子二人。祖母，这么着急叫我回来，府中到底发生了何事？事情就是这样的。什么？世上竟有如此胆大之人，竟敢冒充当朝皇后和太子！兹事体大，所以我将你从朝中匆匆叫回来。你见过皇后，他们母子的身份如何，一看便知。祖母啊，我看你就是太小题大做。那个村妇怎么可能会是皇后啊？她要是皇后，那我还是皇太后。住口，休得口无遮拦。祖母，您说那村妇之子有皇家玉佩，可否借我一看？元儿，这玉佩到底是不是皇家的呀？这玉佩倒是真的，顶级帝王玉所制。什么？难道那个母子真是？那倒不一定。皇家玉佩虽说民间少有，但民间仍有不少仿品。大哥，祖母说你升迁知府时见过皇后，那你还记得她样子吗？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姚爱卿，你将徐州治理井井有条，朕心宽慰。此次调你回京，让你担任知府一职。微臣领旨。小爱卿，你应该感谢皇后，此次你能担任知府，是皇后为你提荐。谢皇后娘娘，臣定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不负娘娘信任。我虽跟娘娘只有过一面之缘，但皇后娘娘气质超群，容貌冠绝天下，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。那对母子现在关在柴房，我现在就带你过去。胡清平，我这一跪，你受得起？事到如今，你还跟我嘴硬什么？林夕，你如果不跪的，也就亲眼看着你的儿子死在你的面前。我哥，救我！晴儿，晴儿，好，我跪，只要你放了我的皇儿，我跪。我是灾星，我是个克夫命，上辈子是我这个灾星连累了你，现在我跪下，你放了我的晴儿。林夕，你说你重活一世，怎么还是那么贱？不让你跪你就跪。清平，上一世的恩恩怨怨我从未与你计较，你为何非要揪着我们母子皮放？上，你这个灾星克得我半生穷困潦倒，
这时看我成了状，出现在我面前要毁我世子，你觉得我能放过你吗？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今天你们母子二人都得死。吴清平，你这个畜生，你有什么事冲我来？放了我的孩子！这个时候你还这么在乎这个杂种吗？好，你这么在乎，那我先杀了他。都是你这个小贱人，老子去掐死你！掐死你！掐死你！住手！祖母、妈、萧大人，你们怎么过来了？清平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虽说此女本性极恶，但是我与她毕竟是旧相识，本来想对她好言相劝，劝她迷途知返，可不曾想她却死性不改，还以我们曾经有婚事为由倒她一耙，说我负心于她，让我娶她为妻。可是在我断然拒绝以后，她就恼羞成怒，像个泼妇一般对我进行辱骂和殴打，而且还扬言要毁了我。她不慎摔倒在地，才变成这番模样。好啊，你这个贱人，还妄想跟我抢男人，我要撕烂你的脸！哎，蒙儿，你是何等身份，这么跟他计较做什么？您是清平苦读10年，如今高中状元，你是极为不义，你为何非要毁了他？毁了他！我不仅要毁了他，也要你们整个萧府陪葬！你都死到临头了，还敢冒充皇后娘娘？我告诉你，我兄长萧炎乃知府官员，官拜4品，他是我们国公府除了我爹唯一见过皇帝的人。现在我兄长在此，我看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萧炎，大哥，便是此女冒充了皇后娘娘。